有一种Biohazard 的感觉。那等一下会有重笔跑出来。Hello， 大家好，皆さんこんにちは。这次我们终于来到大阪的万博博览会。原本打算刚开幕就要来的，但原先预约的日子天气不是很好，然后又重新预约，一直拖到6月才来。今天来万博。哇，这么多人！哇，已经这么多人了，我们其实蛮早的。我们现在在哪里？东门边路口，然后超早，大家现在都是在排队，然后因为超热，每个人都是阳伞，然后很多人还带椅子，然后这都是要先预约，预约就这么多人。想要来大阪万博，最先要注意的就是人真的非常多。大多数的人应该都是想要在一开门的时候就进去，所以不管是地下铁、车站附近，一直到入口之前，都是排得满满的人潮。其实他们有稍微早一点点开。第一站我们想要去法国馆看看。有在注意大阪万博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一些馆是需要抽签的。大多数的馆分为抽签和现场排队2种方式。有抽中的话，就可以在指定时间不用排队直接进入参观。但也有少部分的场馆是完全抽签制，也就是说没抽中的话就没办法进去。这次我们也有事前参加抽签，幸运的抽中日本馆和台湾馆。前一天晚上，我们还拟定了万博的参观计划。但在过完安检之后，进到会场里面，我们就已经完全放弃了原先的计划。很多热门的馆已经开始排起队来，我们也趁着队伍还没有排得太夸张的时候，先来到讨论度非常高的法国馆参观。法国馆里面因为有 LV 和迪奥的展示，在万博的讨论度一直都是蛮高的。展示的内容非常的漂亮，拍起来也都真的超美。除了精品的展示之外，也蛮喜欢他把法国的古迹和日本的古迹结合起来的艺术作品。有机会的话，还蛮推荐来看看的。我是预约9点50的波兰馆，在哪里？波兰在后面。9点50，现在几点？9点20。那我们先过去那边好了，看看搞不好可以排到。对，现在在排队。在一边前往波兰馆的路上，我们也参观了越南馆、卡达馆、阿联酋馆、葡萄牙馆、土库曼馆和印度馆。这几座展馆都是稍微比较快可以看完的，也是多数人比较不会先锁定的展区。早上的时候人比较少，加上又有冷气，蛮推荐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看看的哦。有役あり。有役あり。波兰馆也算是这次印象比较深的展场之一，里面介绍了很多波兰的植物，每一种花草都有它所代表的意境和花语。透过简单的测验，可以知道代表自己的花种。我们真的有世界的好奇心耶，做出来的花就会投影在这里。里面还有音乐欣赏的剧场，还有简单的现代诗可以当做书签，
喜欢艺术的话，其实还蛮推荐的哦。你觉得如何？还好。会吗？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so far。万博的会场里面其实也有便利商店，7、全家、Lawson 3家都有。有什么需要的话，其实还蛮方便的。另外，为了避免中暑，会场里面也有大量的自动贩卖机，也有免费的饮水机可以装水，蛮建议自己带保冷水壶去装水哦。我们等一下来买比利时的薯条，超好吃的。这次我们很幸运有抽中台湾馆和日本馆，不用在大热天下辛苦排队，在预约的时间直接前往现场就可以。首先来到的是台湾馆，因为有看影片和导览的关系，并不是自由参观，而是一批次一批次的进场参观。ちょっとタップしてみてください。タブレットを伝って蝶が木の上を舞っていく姿をご覧いただけます。台湾馆虽然是用 Tech World 的名义参加，但展场本身的主题就是台湾。内部分成生命、自然和未来3个部分，让参观者可以更认识台湾的生物、自然景观，还有现在的半导体技术等等。比较有趣的是，一开始还会拿到测心率的手环，之后可以知道自己最心动的展览内容，还有适合去的台湾观光景点哦。心动曲线这么有趣。哦，我是 Live， 你是 Nature。我被推荐金山古间乌来温泉。我们2个不一样哎。啊，好棒哦！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背包不错哎。小包包哎，可爱。金牌的 Free 耶，白酒3公斤。在台湾馆之后，我们接着来到日本馆。日本馆的主题是生命循环，介绍日本最新的微生物分解技术、各种藻类的培养技术等等，是和环境比较相关的主题。日本馆内部分为3个区域，说明的方式也不是用影片，而是应用在整体的空间设计上。参观的时候，感觉就像在逛美术馆一样。各种藻类的 Hello Kitty 也超级可爱，让人印象蛮深刻的。除了展出的内容很精彩以外，展场的设计很符合日本人的美学，非常推荐前来看看哦。有一种 Biohazard 的感觉。那等一下会有zombie笔跑出来。好像没有奥林古堡感。嗨，可以回去冲泡的。对。这里比较亮。你猜看看多少钱4000。啊，差不多哎，3960。现在都是人很多的，那就只好上去大屋根看一下了。好，其实看得出来，阳伞是必备的，帽子其实应该也是必备的，水里面其实有便利商店可以买，或者是要带水壶、水杯。那个牌很长的就是美国馆，扯，太扯。啊，
刚刚有风，蛮舒服的。到了下午以后，整个会场里面人变得非常非常多，还有很多馆因为排队排得太夸张，直接进行入场限制，也就是暂停开放现场排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基本上没有办法选择想要去哪一个馆，而变成是哪一个馆还可以排队，我们就去排哪一个馆。现在进去人要排1个小时，下午都排得好夸张哦。我们刚刚的波兰馆现在也排了一个蛮夸张的工作。虽然和原先的计划有点不一样，但也因为这样可以认识到一些国家不同的文化。下午的排队时间平均起来都要40分钟到1个小时以上，加上天气非常炎热，适度的休息还有补充体力也是很重要的哦。英国馆外带メニューさっきスキャンした。ローストビーフ揚げ系です。はい。就给我们，太快了。虽然没有像早上那样子超高效率，一下去了非常多馆，下午我们还是看到了匈牙利馆、新加坡馆、德国馆、捷克馆、比利时馆和韩国馆。每一个展馆呈现的方式其实都不太一样，有些国家和台湾一样，选择介绍自己的国家文化背景，也有一些是用比较艺术的方式呈现。有一些则是规划出比较特别的主题，像新加坡就是有关自己的梦想。比利时则是介绍他们的医疗相关技术。可以透过万博来认识每个国家不同的文化和技术，也是蛮有趣的。虽然对于万博的评价真的是很见仁见智，但努力一整天排队下来之后，还是觉得蛮值得可以来看看的。想要来的话，记得要在今年的10月13号之前来哦。以上内容希望可以提供给大家当做参考咯。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拜拜。19